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江风奥妙。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叫2026年8月12日。那天早晨，太阳还没升起来，6颗行星已经沿着黄道在晨光前的天上一颗接一颗的排开了。到了白天，月亮会从太阳面前经过，月影从北极圈附近掠过俄罗斯北部，越过格陵兰和冰岛，穿过大西洋，最后落到西班牙，赶在太阳落山前的最后时刻把白昼掐灭，等太阳回来，夜里还有一场英仙座流星雨。那天正逢新月，夜空里没有月光，流星会从最黑的天上往下掉，6星同现，日全食，流星雨3场天象，赶在同一天。天上这一天排得跟春运火车站似的。可就在这个日子到来以前，地上另外几样东西也先后冒出来了，一捆印度的棕榈叶，一份中纪委的通报，还有一组来历不明的三峡模拟图。这几样东西本来互相不认识，叶子不看新闻，月亮不上推特，中纪委大概也不研究占星。可是最近他们全挤到了同一页日历旁边。咱们先从一场酒说起。4000年前，夏朝仲康年间，那天不知道是个什么日子，反正天挺好，日头挺高，忽然之间太阳缺了一块，然后越缺越大，白天肉眼可见的一点一点暗下去。城里先是安静了一瞬，跟着就炸了。所有人涌上街，仰着脖子，敲盆的敲盆，击鼓的击鼓，朝着天上又喊又拜。这套动作古书里有个专门的名目叫救日，天狗把太阳叼走了，得靠人间的锣鼓声把它吓得松口。全城的人都在救太阳，可有2个人此刻还在呼呼大睡。偏偏就是这2个人是全国最不该睡的。他们姓西姓何，是朝廷的天文官，搁今天说就是国家天文台台长兼国家授时中心主任，编制内吃皇粮，全国就这一个衙门管看天。他们的职责写得明明白白，日月星辰的运行得提前推算，天有异象得提前奏报。结果天上出了这么大的事。这2位头天晚上喝多了，酒还没醒。尚书里专门有一篇记这件事，叫印征。朝廷的处置是发兵讨伐。后世流传最广的版本是这2个负责看天的人因为喝酒误了事，最后掉了脑袋。您听听这个待遇。中国最早的日食故事旁边先摆上的不是天文仪器，是2颗人头。从那时候开始，日食在中国人的故事里就不只是一件天上的事了。那它是件什么事呢？古人有一套很齐整的说法。太阳是君，月亮是臣，平日里各走各的道，相安无事。可日食那天，月亮走到了太阳前面，把太阳的光遮住了。这在古人嘴里有4个字，叫臣蔽君光。臣子的影子爬上了君王的脸。所以左传里写，日食那天，天子要撤掉音乐，剪掉膳食，素着一张脸，什么喜事都不能办。而民间呢，接着敲锣打鼓救太阳。您发现没有，这套分工特别清楚。老百姓负责把太阳救回来，皇帝负责回答一个问题：太阳为什么偏偏在我当政的时候没了？汉文帝就当真回答过，他在位的时候赶上日食，第2天就下了一道诏书，昭告天下。诏书里的话搁到今天读，都觉得这个皇帝心理素质是真好。他说，人主不得，天见灾异，以戒不治。翻译过来就是，一定是我这个当家的德行有亏，老天爷才降下异象，提醒我治理的不行。他还让百官指出他的过失，直言进谏，别客气。一场日食，皇帝当着全国人民做检讨，这就是那套老规矩。不过话说回来，古人也不都是一惊一乍，中国的历法越算越精。很早很早，天文官们就知道了，日食这东西是有规律的，能提前推出来。到了唐代，官方的态度干脆2头都认。日食既是历数之常，是天体运行的正常节目，同时它照样可以是上天之戒，照样提醒皇帝该收敛收敛了。2套说法并排放了上千年，谁也没挤掉谁。
您品品这个态度。这里头其实藏着一句很厉害的话，知道日食是怎么发生的，不等于知道它为什么恰好发生在某个时候。好，检讨的皇帝说完了，再说一个不检讨的。秦始皇36年，这一年天上先出了状况，火星运行到新宿附近停住不走了。新宿这个位置在星官体系里对应的是什么？是帝王。这个天象有个专有名词叫荧惑守心，在占验的账本上属于顶格的大凶。天上刚出完事，地上就接了一下，东郡一块陨石从天而降，砸在地里，老百姓围过去看热闹，看着看着，有人发现石头上有字，7个字：始皇帝死而地分。这7个字往咸阳一报，秦始皇的反应，史记里写得干干净净。查，御史挨家挨户的问是谁刻的，问了个遍，没人认。没人认怎么办？秦始皇的办法是把陨石周围住的人全部处死，然后把那块石头架火烧了。石头烧掉了，烟散了，灰扬了，字没了。第2年，秦始皇东巡，走到一个叫沙丘的地方，死在了路上。再过没几年，天下大乱，裂土分疆。石头上那7个字后来一个也没少。2000多年后，又有东西从天上落了下来，这回近了，近到咱们的父辈很多人是亲眼看过的。1976年3月8日，吉林大白天一声巨响，一场世界罕见的陨石雨砸了下来。那一年的日历我按顺序念一遍：1月周恩来去世，7月朱德去世，同月唐山一夜之间被夷成平地，9月毛泽东去世。老一辈中国人对天象的那点敬畏，不是书本上教出来的，是这么一年一年看出来的。好，老故事讲到这儿，现在咱们回到2026年8月12日，看看那天的天上到底排了些什么。清晨日出之前，如果您找一片东边视野开阔的地方，能看见6颗行星沿着黄道铺开，木星、水星、火星、天王星、土星、海王星。这里我得替天文学说句实话，它们不是挤成一串糖葫芦，而是从地平线到半个天空拉出一条长长的队伍。而且天王星和海王星太暗，肉眼基本看不见，得靠望远镜。但6星同框仍然是难得一遇的场面。白天就是重头戏了。日全食，月影从北极圈附近掠过俄罗斯北部，越过格陵兰的冰原、冰岛的火山，穿过大西洋，傍晚抵达西班牙。西班牙人的全食来得最戏剧，太阳落山前的最后时刻，整个被吞掉，太阳带着黑斑沉进地平线。这是1999年以来欧洲大陆头一回看见白昼熄灭。为了这一眼，据说全时代上的那些西班牙小城的旅馆2年前就被天文迷们订光了。而这一眼有多长呢？最长的黑暗大约2分18秒，几万里路，2年等待换2分18秒。顺便说个细节，马德里就差那么一步，卡在全时代外头，太阳会被遮得只剩一线，可就是看不到真正的日冕。首都的人想看这场全食，还得开车出城去追。当晚到13日凌晨，英仙座流星雨进入极大期，那天是新月，整晚没有月光，流星从最黑的天上往下掉，条件好到天文台都说是近年难得。天亮以前看行星，白天看太阳消失，太阳回来以后看流星，同一天3场。讲到这儿，按理说气氛已经烘托到位了，前面又是人头又是陨石的，接下来是不是该说所以2026年8月12日天有大景？不过这里有个问题，我得先自己把它说出来。这场日全食中国看不到，它的影子从北极方向扫向欧洲，没有经过北京，也没有经过三峡。那一天中国境内全食看不见，连偏食都看不见。6星同线和流星雨也轮不到东亚的观测条件最好。所以要是有人张嘴就说8月12日有日食，中国必出大事，这话说得太快了。古代占验那一套其实讲究得很，日食从哪个方向开始亏，
在哪些地方看得见，影子落在哪一片分野，对应哪一国哪一州，都要掰开了算。咱们的老祖宗2000多年里在史书上记下了上千次日食，记的全是自己头顶上看得见的那些。钦天监的差事是替这片土地看天，不是替地球看天。不是随便哪个角落的日食都能一股脑记到中国皇帝头上。真按老规矩，一位讲究的占星家听说这场日食，第一个问题不会是哪个皇帝要倒霉，而是影子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在哪儿最深。这一次影子没有经过中国，所以前面那些故事不能拿来证明这场日食应在北京，他们只能说明一件事：为什么几千年来人一看见太阳消失，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往往不是天文学，是王座。可这就奇怪了，一场跟中国无关的日食，按说讲到这儿就该收摊了，偏偏就在这个日子一天天逼近的时候，三峡这2个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另一批消息里，一头连着官网的通报，另一头连着一批真假难辨的帖子。先把丑话说在前头，接下来您会听到官方的通报，也会听到匿名的爆料，这2样东西不是一个等级的信息。还有一句也得说清楚，三峡的传言没有一条说大坝会在8月12日出什么事儿。真正有意思的只是，就在8月12日这个日子被圈出来的同一个夏天，三峡系统突然冒出了落马通报、匿名爆料和几张来历不明的图，他们只是刚好被摆上了同一张桌子。今年入夏，南方的雨水下得邪乎，汛情这个词各地的新闻里反反复复的出现，到了7月，广西成了焦点，然后海外的中文网络上开始出现一类奇怪的帖子，落款都差不多，内部人员。这些投稿说的是衡州爆料称，那里在洪水过后出现了重大伤亡，爆料称灾区被封锁，外人进不去，爆料称善后的过程和消息的流通都被摁住了。有的投稿里还有具体的数字，数字大得吓人。这些帖子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到今天为止没有一条能查实。我只能告诉您一件确定的事，7月里这样的投稿在海外中文网络上一条接一条的出现了。就在这些没法核实的帖子满天飞的时候，一件100%真实的事发生了。7月21日上午9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挂出一条消息，我原文照念：中国三峡集团广西分公司总经理吴启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三峡集团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湖南省长沙市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念完了，再补一个背景。今年3月23日，中国三峡建工集团的1级咨询陈文夫已经先落马了。半年之内，三峡系统接连有人出事，这些都有官方公告，都查得到。然后爆料的人又开口了，有投稿称，这位吴总平时爱在饭局上讲话，口才好，声情并茂，讲着讲着把洪灾的事，把大坝里头的事讲出去了，所以才被带走。这个说法没有任何证据，但官网是真的，落马是真的。至于他到底为什么出事，官网只留下严重违纪违法这几个字，像一扇没有窗户的门，门后头是什么，外面的人看不到，门看不进去，图倒是流出来了几张。7月下旬，海外的账号开始传播几张图，发图的人声称这是从内部流出的三峡瞬间溃坝模拟图。图上画的东西是这样的，大坝在正常蓄水位上突然完全垮塌，洪峰6个小时抵达宜昌，24小时荆州武汉，72小时安庆九江，1个星期洪水铺满长江中下游，直抵入海口。图上还画着一段一段变红的线，标注的是被冲断的高速公路、国道和铁路，配的数字里受影响人口。
网传的说法是1亿3200万。这些图是真是假，咱们先不急着站队，先说一个大坝本身的道理。大坝这个东西，它的全部意义就是把原本会自己流走的水留住，所以它平时越安静，背后攒着的力量就越大。也正因为这样，全世界所有大坝的管理者都会做极端情景推演，最坏的情况会怎样，水多久到哪儿，人往哪儿撤。做这种图本身是工程界的常规操作，一点也不奇怪。所以问题从来不是有没有这种模拟图，问题是眼前网上传的这几张究竟是谁做的。无非3种可能。第一种，真是内部的工程推演被人拍了出来。第二种，是懂行的人根据公开的地形数据自己建模算的，算的也许还挺像回事。第三种，是拿真实的地理资料做包装，专门吓人的图。3种可能，我一种都不替您排除，图就在那儿，各位自己掂量。哦，对了，投稿里还有些零碎的说法。爆料称坝体有渗水，有管理人员的家属先走了，称工程的钱被层层过手。讲到这儿，桌上已经摆了3样东西：帖子、通报、图。现在该请出一位老熟人了，英国的帕克。上一期咱们刚给他的预言认认真真对过账。我往回翻他公布2026年预言时的节目，他2025年11月19日发布的年度预言，一支1小时47分钟的长篇，99条预言，里头有2段画面。第一段，在视频的1小时04分10秒左右，他说会有一名很高级别的官员，可能是军方或者安全系统背景的，突然消失。这个人会突然从世界舞台上被拽下去，没人知道他出了什么事，他会在离奇的情况下死亡。官方的说法会含含糊糊，而坊间会流传起关于一场内部政变的传闻。第二段紧跟在后面，1小时05分05秒左右。他说中国会发生某种令人震惊的事件，很多人受到伤害，可能是一场巨大的铁路灾难，路轨坍塌，也可能他说出了一个具体的名字，三峡大坝。某种结构性的东西出大问题，人们会把它归结为工程质量，而在讲究征兆的中国人眼里，它会被看成一种象征，权力衰落的象征。对，你没听错，三峡这个名字是他自己点的。2025年11月，比这个夏天的一切早了8个月。帕克开口的时候是2025年11月，那会儿军中的清洗已经刮了1年多，落马的江星一抓一大把，单押一句会有军里的高官出事，实在算不上稀奇。这话搁谁都敢说，可他押的不是出事，他押的是一幅完整的画面突然消失，官方说法含糊，政变传闻四起，死因离奇。然后2个月后，2026年1月20日，北京省部级研讨班开班式，会场里空了2个位子，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1月24日，官方宣布2人落马。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整整半年，官方对这2个人的处理再没透出一个字，而海外的传闻把每一种结局都传了个遍。有爆料说已被秘密处决，有爆料说正插着管子靠输液维持生命，还有说法讲会从轻发落。3种说法互相打架，哪一种都没有证据。一位军委副主席就这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地悬在半空。您再回头听一遍帕克2个月前那段话，突然消失，官方含糊，政变传闻，至于在离奇的情况下死亡那半句，这个人的生死到今天没有任何官方说法。而这件事本身够不够离奇，您自己说。第2段里的铁路和大坝，帕克各押了一半，也没给任何日期，这笔账还开着。可他讲这2段的时候，中间还夹了一句别的。他说中国有一样东西叫天命，在这片土地的观念里，从古到今，领袖的合法性和灾祸避不避得开是绑在一起的。咱们前面讲了半天的东西，这个英国老头一句话就说完了，画面会不会应验没人知道。但他后来谈到这场危机的时候，带出了另一样东西，
一样比预言还老的东西，那就是一捆叶子，一捆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等了他1000多年的叶子。故事讲到这儿，先歇口气，跟各位老朋友说件自家的事儿。咱们节目常讲天机难测，可自己的精气神，是咱们自己能照看的一本账。我自己天天在用的就是普瑞堂的玄宝黑参，老三慢火工艺，切片泡水，含着吃都行，入口回甘，一根能吃上1个礼拜。自己补身子实在，家里长辈、远方朋友逢年过节送上一盒也体面。现在给咱们频道观众的福利很实在，购买满$500直接送1整根玄宝黑参，多买多送，上不封顶，全球包邮。结账的时候记得输入专属优惠码 JF， 购买链接就在下方说明栏和置顶留言，点开看看就是支持江峰。好，咱们接着讲。在印度南部流传着一种东西叫纳迪叶，相传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古圣哲们把后世无数人的命运提前写在了棕榈叶上。一片叶子，一个人，这些叶子被一代一代的家族保管下来，捆成一捆一捆收在库房里。据说求问的人来了，解读师先取他的指纹，按指纹的纹路分类，从库房里搬出对应的一捆叶子，然后一片一片地问，你父亲的名字是不是叫这个？不是，换一片。你母亲的名字里是不是有这个音？不是，再换一片。就这么筛下去，一直筛到某一片叶子，上面写的父母姓名、出生的时辰、家里的情形全都对上。信奉者相信那片叶子上写着你的名字和你的一生。据说讲究一点的说法是，有的叶子上连你哪一年以什么缘由来找它都提前写好了。您来找叶子，不是叶子等到了你。您可以想，像这么一座图书馆，它建成的时候你还要等1000多年才出生，可里面已经有一片叶子写着你的名字，安安静静的就在那儿等你来。信不信各位自便。我只说一件事，帕克信，而且他不是嘴上信，他专程飞去了印度找解读师，一片一片的筛，最后筛出了据说属于他自己的那片叶子，叶子上的一些事。对，得让这个英国人心服口服。从那以后，他把纳迪叶看得比自己的通灵还重，说这是一种更古老的信息来源。8月12日这个日子是怎么冒出来的呢？它不是帕克某天闭上眼睛忽然脱口爆出的一个号码，它的来路是一层一层的。帕克自己的那片叶子上，据说只留下一幅模糊的画面。有一天，他会向世人谈起一片影响世界的危险气体云。后来经由他的搭档维尼塔等人转来的另一些纳迪解读，开始把这幅画面放到日本附近，并且反复突出一个日期8月12日。再后来另一批占星推演又给出一个更宽的危险窗口，8月15日到9月16日。帕克自己怎么说？他专门提醒过一句，不一定正好是8月12日。所以这个日子更像是先在不同的叶片、不同的解读者之间若隐若现的闪了很久，最后才被人从一堆模糊的画面里圈了出来。可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等人们回过头翻开2026年的天文日历，才发现被圈出来的这一天本来就挤得非同寻常。6颗行星，一场日全食，一场流星雨，全排在这一天。行星这个话头，中国人其实比谁都熟。咱们再讲一个老故事，古人说的五星是金、木、水、火、土，肉眼能看见的5颗。这5颗星要是聚到一块儿，在史官的笔下从来都是天大的事，主的是政权兴替，江山易手。史记里就留着这样的记录。这还不算完，1995年新疆尼雅遗址，就是汉代西域那个精绝国的故地。考古队在一座古墓里挖出了一件织锦护臂，就是绑在胳膊上的一块织物，蓝底子，织着云气、鸟兽、日月。2000年了，从沙子里出来，颜色还鲜亮的晃眼。
护壁上支着8个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考古上把它断为汉晋之物，同一座墓里还有残片，能连出讨南羌的字样，所以有研究者推测，这可能是出征前祈求胜利的祥瑞之物。它跟史记里那次五星聚不是一码事，两个故事各是各的。可您咂摸咂摸这个劲儿，2000年前的人把星星的事不光写进史书，还织在布上，绑在将士的胳膊上，最后跟着主人一起带进坟墓。对他们来说，几颗行星同现天上，不是天文爱好者架起相机拍照的事儿，它关系出兵，关系胜负，关系天命，站在哪一边。好，咱们接着说日食。因为古人对付日食，除了做检讨、烧石头、敲锣打鼓，还有一路人想出过一个更聪明也更残忍的办法。他们打算骗过老天。这要说到3000年前的两河流域亚述和巴比伦，那里的占星祭司把看天当成一份正经差事，夜里轮班观测，白天往王宫递报告，月亮什么时候升，行星走到哪儿，日月有没有异动，一笔一笔刻在泥板上。刻满字的泥板一屋一屋的存出了人类最早的天象档案。在这些档案里，天上的每一种变化都对应着一条吉凶的批注，其中有一类日食，在他们的判读里是顶级的凶讯，它指向国王，轻则大难，重则死亡。那怎么办？国王又不能跟月亮打仗，祭司们想出的办法叫替身国王。日食的凶兆一出，真正的国王立刻脱下王袍，收起印玺，从所有公开场合消失，不再以国王的名义说一句话，办一件事，然后从人群里挑一个身份低微的人，给他穿上王袍，戴上王冠，甚至配上一位替身王后，让他坐上真正的王座。从那天起，真正的国王退出所有人的视野，而这位替身接受了所有把他变成国王的仪式。祭司相信天上的凶兆不认识人的脸，他认的是王冠，是王袍，是王座。灾祸从天上找下来，找到王座，看见上面坐着一个人，也许就认错了。那段日子里，这个人拥有一个国王的名字、衣服和身份。等日食的危险期一过，占星的祭司宣布凶兆解除，替身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他和他的替身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退场？亚述的泥板文书里有记载，葬礼也是按照规格办的，我在这儿就不细讲了。对了，这套制度历史上还真出过一回意外。泥板上记着，有一次替身还坐在王座上，真国王自己先意外死了。那位本来是个园丁，准备替王赴死的替身，就这么在王座上接着坐了下去，而且坐稳了，一统治就是许多年。这样的运气几千年里就这么一回，其余的时候都是同一个结局。真正的国王重新穿上王袍，走回大殿，坐回王座，阳光照常升起，一切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好，今天这一兜子故事讲完了。如果您喜欢这样的故事，麻烦您点个赞，订阅江峰奥妙，把这期节目转给同样爱听故事的朋友。后头还有一句小小的彩蛋，是关于这个8月的另一场食的，咱们下期接着讲。